快看，我们周围一圈全是羊驼，我们被羊驼包围了。家真的是我见过最棒的家。这里是秘鲁的奥桑嘎德雪山，海拔近5000米，位于偏远山区，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。那我们是如何到达这里，而且又和这群羊驼为伍的呢？时间要回到2天前，我们在朋友的推荐下来到了这座雪山下的小村，打算住上2天。这里几乎没有游客，小小的村子也就10多户人家。这是本地的一个老奶奶，她这样子做一些羊驼的这种东西。哦，muy bien muy bien。我们开始了最喜欢的旅行方式，勾搭本地人，跟他们聊天。我觉得不知道，这大哥家好大，除了刚刚这一片以外，这边的房子也都是他家的。继续往山里走，我们竟然偶遇了一对也是来旅行的秘鲁本地夫妻，用西语跟他们聊了快半个小时，便结伴一起去山里散步。结果不小心闯进了一个私人地盘，不过因为这个老爷爷是个社牛，主人 Lucio 非但没有责怪我们，而且还邀请我们一起进去参观。他这个地方就是跟镇子其实隔得非常远啊，然后远方还有个喷泉，好像都是他自己搞的，很神奇，不知道他这里面是个什么样的。就你看他用墙还砌了墙，然后隔成了一块一块的地方。看他们这边的雕塑，哇塞，这是鸟，然后这边是一些动物。朋友们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太震惊了，这些雕塑不是他做的，是天然的，除了它里面镶的，比如这个眼珠子跟涂了点颜色以外，全是天然形成的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很像一个神秘花园。接着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独家观景台，用自然石材复刻了远处的雪山和湖景，近距离看到了流着山泉水的喷泉，参观了专门做采药仪式的山洞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主人用石头做成了沙发、指路牌和步道，供人休息和看风景，甚至专门做了一个用来玩耍的溪上 Z 字形的步道。一路 Lucio 都非常开心地跟我们介绍，甚至高歌一曲。他们还养了羊驼、鸭子、鳟鱼、荷兰猪、狗、猫，而且超级有爱心的给所有动物都建了家。他们分类有机垃圾做堆肥，在高原大棚里种蔬菜，过着我们理想中的永续生活。接着露西又给我们展示了好多奖牌和奖章，应该是秘鲁质量最高的羊驼品种之一。本来我们刚刚就逛了圈，就想回去休息了，然后就遇到了这2个老爷爷老奶奶，然后跟他们聊了好久。但主要是小帆在聊，没想到小帆竟然因西语可以跟他聊那么久，我真震惊了。然后就来到这个很神奇的地方。他们家很大，但其实他们的房子很小，他们把大多数的空间都留给了动物和大自然。我们俩备受震撼，第2天直接就搬了过来。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能有与羊驼亲密接触的机会。¿Cuántos tierras para alpaca comer? 42. 42. Sí. Yo consume pequeñas. Pequeñas. Sí, su carne muy suave. 哦 ，OK。Una bebé un año。突然，一大群羊驼出现在了离房子最近的地方，于是就有了你们开头看到的那一幕。羊驼哥们儿在看着我们呢，嗨 ，say hi。他走了。大家觉得我们这次体验怎么样？觉得还不错的小伙伴记得扣1哦。去之前我们真的不知道会有这样一个地方，我觉得多亏了这2年我们见长的西语。我们之前去过危地马拉的西班牙语学校学过2个星期，之后呢，我自己会用一些线上的平台继续学习 ，italki 就是其中一个。然后特别开心，最近他也邀请我们一起合作，我在上面体验了更多的课程。italki 是一个全球性语言学习社区，在上面可以学习到150加种语言，而且上一课付一课，不用一次性充很多钱。我最喜欢 italki 的一点就是可以跟母语外教1对1对话，这不仅可以学习语言能力，而且对我来说，跟一个人对话其实就像看一本新的书。Nací en Colombia, viví en Venezuela hasta los 19 años. Lulu, tengo 18 años. Mira, yo tengo un vaso igual. Sí, muy interesante. 1月上 italki 设定你2022年的学习目标，并且完成新年第1课，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整年的外教课程，还有更多新年福袋等你领哦！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奇遇。
后来我们去奥桑嘎德雪山脚下徒步，探寻7个不同的湖泊，独自享受了广袤的山野。虽然是阴天，但是也别有一番风味。跟这个人先躺在一个天然的单人床，特别的爽。我这边一望就可以看到雪山。找到了，我可以在这待1天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旁边竟然没有我的位置。单人床，不好意思。后来下起了冰雹，把我们冻得不行。不过有一条小黑犬倒是一直陪伴着我们。看这个小狗，它还在陪着我们。这个昨天从山上跟我们下来的狗狗一直在陪着我们，它在我们的房前待了一整晚。我们现在要去泡温泉喽。山里的生活就这样到了尾声，能享受到这样的自然与陪伴，我们觉得无比的荣幸。